在印度，性暴力受害者想要追讨正义到底有多难？几年前，印度有一位女童遭到了邻居暴力侵犯，女孩的爸爸呢坚持把加害者告上法院，但却受到了周遭众人的反对和阻挠，甚至还收到了死亡威胁。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起事件的纪录片《无形恶虎》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2017年，在印度东部贾坎德邦的一个小村庄里面，有一位叫做齐兰的13岁女孩。某天去参加亲戚婚礼的时候，却在散场时被3位同村庄的男性轮流侵犯，事后还被殴打到内伤。后来，他和他的爸爸兰吉特决定向加害者提告，希望能够透过法律讨回公道。但是他们却受到了重重的阻碍，包含了村里的邻居们都强力的反对他们提告，甚至呢还想让齐兰跟加害者结婚。而这整段过程都被一位导演用镜头记录了下来，制作成了电影《无形恶虎：印度父亲护女之战》。那今天呢，我们就会透过这部纪录片一起来看看，在印度性侵的事件要立案到底有多么的困难，当地的性暴力文化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而这起事件最后又是怎么收尾的呢？不过在开始之前呢，先让我们进行到工商服务时间。想用大荧幕追剧、打电动，却常常觉得市面上的 4K 投影机不是太大台就是不够美吗？想要同时拥有高画质、轻巧又美型的投影机，就不要错过 LG Cinebeam Q 小银河 4K 微型投影机。它不仅拥有旗舰机规格的对比度跟色域，更具备真 4K 画质，最大投影面积高达120寸，让你在家也能够有剧院般的临场感。更强的是，它重量不到1.5公斤，可以轻松带出门，甚至能够用行动电源去供电，就算临时找不到插头，也能够短暂使用。同时，它的智慧萤幕调整功能，一开机就能够自动对焦、提醒修正。而全新的360度把手支架，不仅能够方便提着走，还能够自由调整投影角度。现在上嘖嘖全台独家预购，还有最优惠的早鸟价格，赶快把握机会，点击资讯栏的链接抢购吧。在事发之后，齐兰回到家，把事情的经过告诉家人。兰吉特夫妇也决定支持女儿诉诸法律。他们马上联络了区议员，详细的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也在隔天一早就去报警。但是这样的做法却立刻遭到了村民们的集体反对，因为这种想讨公道的反应呢，在当地的村庄里面其实非常的罕见。对绝大多数的村民来说，村里面如果发生了强暴案，他们根本不会想到要去报警立案，而是遵循长久以来的惯例，让受到侵犯的女生跟加害的男生结婚。那像这一次，村民就认为齐兰应该要跟3位加害者之中的1位结婚，因为他们认为未婚女性在跟别人发生性行为之后就不再纯洁了。那她如果不跟侵犯自己的人结婚，就没有人会愿意跟这个女生结婚。所以，与其把加害者抓起来不如让他们原地结婚。这样子不但不用处罚男生，女生也可以走入婚姻，组织家庭，让自己有个归宿。甚至就连负责管理当地的区长在知道事件的经过之后呢，也同意结婚是个不错的解决方法。他表示自己并没有要选边站，但建议兰吉特应该要考量村庄整体的利益，以和为贵，圆滑处理。区长在受访时说呢，他认为村里的事就应该村里解决，太过张扬的话呢，会让整个村庄蒙羞。而且他曾经看过无辜的男性被女性造谣陷害，所以认为呢，事情的是非对错不用诉诸司法审判，大家私下厘清就好。他还奉劝这个兰吉特要多听听村民的意见，可以的话和解就好，否则以后他们一家恐怕很难继续在村庄里面生存。但是爱女心切的兰吉特在纪录片当中坚定地表示，他从来没有想过要跟加害人和解，更没想过要让齐兰跟加害者结婚。做错事的人就应该要受罚，这件事情没有讨论空间。在地方人权团体施建基金会的支持之下呢，兰吉特还有齐兰也正式立案提告。而这个决定呢，在他们的村庄可说是前所未见，因此村里的气氛也开始紧张了起来。村民们呢，不但刻意的孤立兰吉特一家，也不让自家的小孩跟齐兰一起玩，更指责呢齐兰是个坏孩子，会带坏大家。甚至有村民们呢，还会在公开的场合谈论齐兰的遭遇，更嘲笑兰吉特没有能力保护好女儿，让齐兰沾上了污点。而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呢，协助这起案件的施建基金会就决定派人到村子里面，试图跟村民们沟通。纪录片当中，性平运动者马亨卓库马去到了村子里面，集结男性的村民，询问他们对于这起案件的想法，结果就换来了一片沉默，没有半个人愿意说话。
库玛接着又问，所以你们觉得女性被生下来就是等着被强暴，然后被迫结婚吗？难道女生都不需要自主权，只要当男人的傀儡就好了吗？但现场还是一片沉默。库玛认为会有这种状况，可能是因为这10几年来呢，印度的平权运动都在教导女性要勇于发声，说出被害经验，以为这样子就能够终结歧视跟暴力，但结果却是女性反而更加被针对，因为男性根本没有受到足够的性平教育。而除了男性村民之外，世界基金会也有派另外一位的代表去跟女性村民沟通，但是面对类似的质问，女性村民呢也多半沉默以对。还有一位年纪比较大的妇女呢，坚持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让齐兰跟其中一位加害者结婚。那也是因为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这些沟通的尝试并没有换来成果，绝大多数的村民还是不能够理解兰吉特一家坚持提高的做法。同时，村民们呢也对于人权团体还有纪录片团队多次进入村庄插手跟拍摄这件事情感到非常不满。最后，愤怒的村民呢甚至联合起来把摄影团队轰出村庄。而除了村民们强烈的反对之外呢，加害者家属更对兰吉特一家寄出了死亡威胁。在纪录片当中呢，其中一位加害者的父亲坚持自己的儿子无罪，不应该被关起来，甚至扬言要杀掉兰吉特，放火烧掉他的房子。还有另外一位加害者的家人呢，也表示要看到兰吉特死掉才肯罢休。至于3位加害者本人呢，对于自己做过的事情也都没有展现出懊悔的态度，在法院出庭的时候，更嚣张的对着镜头呛瞎说：“尽管拍吧，等我们出狱一定会去教训你们。”那在这样子的紧张局势之下，齐兰迫不得已只好在出庭作证之前，暂时住到基金会那边来确保人身的安全。而这样子排山倒海的压力呢，让兰吉特也坦诚自己一度要撑不住了，但是齐兰本人却没有动摇。他说，虽然站出来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但是人生下来不是为了走错的路，而是要做好事才能够打造好的未来。所以他坚持不撤告，希望让加害者能够受到应有的制裁。但就算好不容易走上了法律程序还是有重重的挑战要面对。兰吉特说，为了打这场官司，让本来就很贫困的他们面临更严重的经济危机，因为他不得不借钱贿赂法院的人，否则案子呢很有可能就会被搁置。除了钱之外呢，他们在搜证上面也面临困境。虽然呢，在基金会的协助之下，他们取得了齐兰的笔录证词跟验伤报告，但碍于事发现场没有目击者，整件事情的举证变得非常的困难。被告的这个辩护律师呢，就以现场没有目击者，附近也没有人听到叫声为由，来怀疑齐兰证词的可信度。而在没有目击者的状况之下，最后能够出庭佐证齐兰说法的，除了齐兰自己跟家人之外，就只有出事之后他们最先联络的区议员。但是这位区议员最初呢，也不太愿意出庭，因为他觉得3位被告都还很年轻，应该要给他们改过的机会。而且他也认为呢，在这种事件当中，女生也有责任，因为他觉得男生只有在受到女生刺激的时候才会想要捣蛋。此外，他也强调，他担心继续追究下去会造成村子里面更严重的冲突，反而对齐兰造成更多的伤害。不过，在兰吉特多次的劝说之下呢，区议员最后还是选择出庭，并给了对于齐兰有利的证言。最后，在经历了14个月的诉讼之后，法官采信了受害者，也就是齐兰本人的证词。3位被告分别被重判了25年有期徒刑，刷新了当地未成年性犯罪者的判刑记录。这个判决一出，震惊了全印度。法官宣判结果的时候呢，更表示涉及未成年性侵的案件，法庭必须要严厉的处置，也希望这起案件呢能够激起涟漪的效应，让正义呢从法庭蔓延到全国。而纪录片的最后也提到，齐兰胜诉鼓励了不少当地的女性，后来愿意站出来的受害者人数比以前多了1倍。而在片中呢，还只是一个孩子的齐兰呢，现在也已经成年了。他在深思熟虑之后，决定同意让制片方在纪录片当中公开自己的影像，希望自己的经历呢，可以透过纪录片带来更大的影响。目前他正在外地求学梦想是有一天能够成为警察，为更多人伸张正义。在进入观点以前呢，我们先谢谢大家把影片看到这边。那我们也要特别的感谢这一机器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运作这个频道，制作这种非常有可能会黄标的主题，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的支持我们。好的，那话说回来，在影片的开头呢，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印度的性暴力文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看过纪录片之后呢，我们觉得这种现象背后的因素真的很复杂包含了当地不平等的性别价值观、检讨受害者的习惯、家丑不外扬的社区风气等等。此外，也可能跟公权力不彰有关。尤其印度人口组成复杂，种族宗教、种姓等等也都可能影响案件的走向。
在这种背景之下呢，性暴力犯罪就很难真正被正视跟检讨。影片当中也提到，研究预估印度高达90%的性侵案没有被通报，而这些案件当中，加害者呢不但不会受罚，还可能顺便娶到老婆。那这样子的案例呢，累积的越多，人们可能就越习以为常。这种对于性暴力事件的错误认知，也会进一步的加深，让受害者的处境又更加艰难。是不是觉得纪录片片名当中父女俩对抗的那只无形恶虎，可能不是指特定的犯罪者，而是这个环环相扣、难以突破的恶性循环？但或许也是因为这样子，我们更加佩服这对父女的经历。首先，这部纪录片的主角父亲兰奇特呢，不仅第一时间就选择跟女儿站在一起，坚持女儿没有错，而且就算没钱没势，还是呢拼尽了全力替女儿讨公道。再来呢，当事人奇兰更让我们钦佩哦，一个才13岁的小女生承受了这么多的暴力跟不公，就连爸爸都差点挺不住，但却没有动摇过，而是始终相信，只要保持正直的心，就会有好的结果。那么觉得让他坚持下去的，除了父母啊、人权团体的支持，或许还有他的善良，而这也是我们最钦佩的一点。因为他的坚持呢，不单单是为了自己讨公道，更是要去对抗那只恶虎，也就是去突破我们刚刚提到的恶性循环。那虽然我们还是比较悲观的认为这样子复杂的性暴力文化和社会常年来的价值观是不太可能透过单一案件就从此改变的，但这绝对不是说我们觉得这一切没有意义。相反的，我们觉得就算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这至少也可能是一个起点。他们的故事哪怕只传达一丝丝变好的可能性，都有可能去鼓励到其他的受害者。而且这部纪录片呢，后来也有入围了奥斯卡，在国际上面引起了很大的回响。那透过电影的扩散或许也能够让印度当局更愿意去正视、去处理这个问题吧。那这边呢，我们也很推荐大家可以去亲自的看看这部纪录片，用行动给予他们支持哦。好的，那我们今天的最后呢，也想来问大家如果换作是你在这样子的环境遇到类似的事情，你会坚持发声打官司吗？会有绝对不能够这样算了，就算呢被排挤、被威胁，也会抗争到底。必不会在这种环境要讨公道太难了，应该会想办法搬走，去别的地方展开新的生活。谁不知道觉得不能够这样子吞忍，但又不敢对抗整个环境，实在是很两难。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纪录片《无形恶虎》的故事。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指责受害者以及性侵幸存者的相关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